你可知道，方才姨母吓坏了，生怕你又冒冒失失出去，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闪失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还年轻，你不知道宫里有多险恶，有很多双眼睛都在暗中盯着你。你现在身怀龙种了，那些人恨不得将你挫骨扬灰呢。我记得有一位叫郭才女的，她有一双白如玉芝的手，甚得陛下欢心。结果被害入掖庭，那一双手硬生生给人剁了。我还记得还有一个叫薛婕妤的。对了，她长得容貌跟你可相似了，明艳动人的，连本宫看了都想多看她几眼。结果有人在她的胭脂里放了药，让她长期抹用，害得她双颊都溃烂了。她死之前，脸上的皮肤连一点完整的都没有。还有那个刘贤妃，也怀了几个孩子，都被人家用了五行草给划掉了，害得她终生无法再育，落了个自尽的下场。唉，姨母一想到这里，姨母就心惊胆战，所以姨母才想要好好保护你，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为何你就是不领情呢？姨母，乔儿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擅作主张了。芝兰也是听了我的吩咐，盼姨母能够饶了他。哼，贱奴贪财，居然为了几个通宝，险些害你身处险境之中，罪该万死，早就被我埋在野狐洛了。想见陛下，不是不可以，但需姨母来安排。姨母这番苦心，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孩子。明白吗？乔儿明白。听说魏大人他病倒了。魏大人也算是鞠躬尽瘁了，只可惜最后时节却玉主不淑，可惜呀！陛下驾到！
外卿平身。谢陛下。今日有什么事情要奏吗？这栋梁啊，病情如此严重，还坚持上朝，此番作为，岂是我等能及啊？卫青，朕不是已手诏于你，若有谏言，自可封状上书。你怎么不听朕所言，在家好好休养呢？臣这些年蒙陛下知遇成全，纳我所言，容我所见，不正涕零。臣自知老了，也许大唐不再需要一个老眼昏花的老人，但臣的心依旧清浊分明。愿为陛下殚精竭虑，望陛下准臣每日早朝。卫青如此对朕，朕何以对卿啊？自今日起，卫青所承教辇，可直称太极殿外，赐座于朝上。陛下此举万万不可。臣愿为陛下见最后之言。君对臣应一视同仁，不应越矩，也不应有疏举。望陛下收回方才之命。也罢，卫青，如你所愿吧。父亲，孩儿有一事想问。今日朝堂上，魏大人唱的这是哪一出啊？重儿，今日魏大人是有意而为。哦，如果他不上朝，肯定会有人提奏，弹劾太子。魏大人就是要做给那些想要太子下马的人看的。只要我魏征在，我依然是大唐的栋梁，陛下的重臣。魏征只要在，东宫依旧在那儿，太子依旧在那儿。魏大人已是寿数将尽之人，还为太子费心至此，这何苦啊？他错过一次，不想再错第二次了。父亲，这是何意啊？有很多事情，终究是命中注定啊。武才人，永成公公，陛下现在已经下朝了吗？回武才人，早朝已散，但是陛下宣了几位太医，正在与魏征大人请脉。陛下让小的通传，今日御书房就不用武才人当值了，武才人可悻悻离开。哦，魏征大人今日也来上朝了？是啊，魏大人如今这身子，还强撑着来上朝。敢问公公，现在陛下跟魏大人身在何处？眼下在政务堂。政务堂。今日之事，看来还得在意。是啊，是啊。大人，您慢点。
你们都走吧。是。起轿。他走了。是的，大将，武才人方才离开，今日是否改徐婕妤当值啊？不用。啊。魏大人，武才人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魏大人，请受媚娘一拜。哎，武才人何以拜我呀？李淳风女主武士的预言一出，整个朝堂上，所有的大臣们对媚娘，皆是人人得而诛之。然而，却只有魏大人仗义直言，替媚娘辩白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魏大人最终献出了女主武士，助媚娘脱离了险境。此恩此情，媚娘此生没齿难忘。老夫所做的一切，皆是为了陛下，为了太子。武才人言重了，老夫并非为了武才人。况且，预言一事的圆满终结，说到底，也是凭了武才人的聪慧与果敢。老夫不过是顺势而为，谈不上与你有恩。媚娘佩服魏大人，太子有失如此，最终真的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。今日武才人跟随老夫至此，恐怕不只是为了寒暄几句吧。媚娘确实是有一事相告。娘娘，萧婕妤居然买通宫女，偷偷去见陛下。您说她会不会是察觉到什么了？她要真的知道本宫的计划，断不可能拿几个通宝就想收买芝兰。这个丫头啊，是个心里缺根弦的蠢货，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来，也不足为奇。那娘娘今日答应萧婕妤，让她与陛下见面。娘娘，您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本宫又怎么可能真的答应她呢？今日之事，本宫不过让她明白，不顺本宫的心意，她一辈子都别想见到陛下。哼！当然了，就算她听本宫的话，我也不会让她跟陛下见面的。那娘娘，您这么做又是为何呢？本宫要让陛下忘了强儿，怎么可以让陛下日后见到我那孩子，还想起强儿的模样？那多晦气呀！娘娘说的是。太子之争，承前已然输了，可是天下之争才刚刚开始。魏大人，这就是太子跟我说的原话。魏大人，他是要逼宫。正是。难道这真是宿命吗？承前真的要走一条和他父亲一样的道路？魏大人，今日媚娘前来，就是想请魏大人劝劝太子，万万不能做这父子相残的恶行啊！老夫有几句话要告知太子，请武才人代为转达。魏大人请讲。
请你转告太子，逼宫不是不可以，但一定要记住，不要伤及自己的兄弟，包括李泰。最后一条，一定要确认陛下决定废掉太子位之后，他才可以行动。魏大人，你这不是在帮着太子出谋划策吗？不，你这番话，我是绝对不会传给太子的。武才人不妨想一想，如果你把我的话转告给太子，那么他造反的可能性反而会小了很多。你若拒绝老父，甚至把太子的想法告诉陛下，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啊！我也明白，陛下对太子父爱极深。我若是告发他谋反，太子伏诛，陛下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原谅我。如果我能提前告知太子，陛下最终的废立抉择，那太子造反的可能性会小很多。如果你拒绝老父，那么太子就会往逼宫的绝路上走。所以武才人，你若是答应我的话，便是帮了太子，帮了陛下，也帮了所有的人。若陛下真的要废掉太子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再去告发他，也来得及。魏大人真是善变之人，明明是逼着我去做大逆不道之事，却偏生又这般合情合理。可是陛下又怎么会提前把他的决定告诉别人呢？对活人自然不行，对死人却是可以的。魏大人，请你转告太子，我会求陛下在我死了以后，让我出殡的仪仗绕皇城1周。那个时候，他一定要看好了，盖在我棺材上的是黑纱，便是陛下要废掉它；若是白纱，则是还要他继续做太子。他造反也好，逼宫也罢，只有见了我的棺材以后，才可以行动。这也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魏大人，你如此呕心沥血为了太子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武才人啊，此前可曾上过这望云亭？进宫数年，从未来过。这望云亭清静优雅，确实是个好地方。武才人，那是何处？是东宫。自玄武门之变以后，但凡有些空闲，我都会来此远眺一番。武才人大可不必这样看着老夫，这通情的眼神太亮，晃眼睛。到如今我才明白啊，什么梦想、夙愿，都不过是年轻时候的执念罢了。一觉醒来，真觉得自己已经老了，累了。能与魏大人有一面之缘，寥寥数语，实乃媚娘
此生之大幸。武才人不嫌老夫有利用你之嫌，我已深感宽慰了。行至将至，我还要送给武才人最后一句话。这深宫后庭就是一个舞台，台上台下皆是戏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，痛痛快快地唱一出属于自己的好戏吧。莫问前程凶吉，但求落幕无悔。莫问前程凶吉，但求落幕无悔。武才人，好自珍重。老夫就此告辞。